10号，马尔代夫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沙特、伊朗和中国发表的3方联合声明表示欢迎。马尔代夫政府宣布，鉴于沙特与伊朗和解，他决定恢复自2016年5月与伊朗断绝的外交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也门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阿卜杜勒·萨拉姆也对3方联合声明表态称，该地区需要恢复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以便地区国家恢复因外国干涉而失去的安全。美国新闻周刊10号以随着中国崛起为外交强国，沙特伊朗协议为也门带来希望为题发表文章称，接下来可能像中国、伊朗、沙特甚至美国的专家和官员所希望的那样，世界在结束也门危机上取得切实进展。分析认为，沙伊和解为中东和世界带来巨大惊喜。这不仅因为一对宿敌一笑泯恩仇，还因为双方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成功举行对话，这是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外交奇迹，标志着中国外交正在向劝和促谈进行范式转换。不过，在沙伊两国矛盾错综复杂、待解决的问题和分歧很多。与此同时，美国预料仍会鼓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手遏制伊朗，需防范两国复交后关系可能出现反复。确实，两个国家之间它存在着这个分歧啊，甚至矛盾呐，这也是客观现实的，也是还是需要继续努力。不是说这一下子达成个协议以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然。前景是这样的，因为两国都是面临着一个转型发展，怎么样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现实的这样任务，所以这个大形势之下，走这样的改善关系、合作共赢这个路，还是符合双方的利益，也是适应这个地区整体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前景，所以我总体上还是持乐观的态度。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在中方的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日前在北京举行对话，并取得重大外交成果。国际舆论广泛视为和平的胜利，中国外交理念的胜利。那么，中方在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启示呢？这个成果来之不易，绝不是一夜之间取得的。它源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中东局势的经略与深耕，是久久为功，水滴石穿。请注意，我使用的词汇是经略而非经营。经营往往聚焦于商贸利益的维系，而经略往往基于系统的外交策略与国别研究，是系统性外交思考的具体践行。这恰恰是中国外交近几年来在中东展现的新气象。一言以蔽之，中国外交在中东方向上正在得分，我们在中东正在扮演着越发积极主动、建设性的角色。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8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中东安全架构，呼吁各方加强劝和促谈，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展现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智慧，提供了以对话解决纷争的中国方案，折射了中东各国的共同期待。从此之后，中国外交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进入了快车道。2021年3月，时任国委原兼外长王毅7天时间访问中东6国，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5点倡议，成功在中东地区传递了一个核心外交理念，那就是中东是中东人民的中东，中东地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中东各国人民手中。在我看来，这个理念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东各国从杀红眼的应激状态中回归理性，开始冷静思考自身的命运，思考中东各民族的未来。这一次，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取得重大外交成果，正是源于这种和平理性的回归，是外交独立自主的觉醒。中国外交理念的斡旋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它也是中国所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范式在中东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全球安全倡议枝头开出的新花。若跳出中东，看向全球更多热点问题，比如俄乌冲突，中国外交斡旋的力度与说服力也将成倍提升。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前几天在记者会上就谈到，在和平和战争之间，中国选择和平；在对话和制裁之间，中国选择对话；在降温和拱火之间，中国选择降温。
在国际治理层面上，中国持续向世界供给的是和平与发展，这跟某个以所谓世界警察自居的大国比起来，难道不是高下立判吗？我始终坚信，世界人民一定会全面觉醒，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的外交理念投下信任票，陆续汇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之下。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方面对此事的回应。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乐见伊沙复交，但对伊朗方面是否会兑现协议持保留态度。此外，美国选择性无视了中国的斡旋努力，显得有点酸溜溜。吴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民心所向，所以美国当然会政治正确的来一句乐见两国复交，但他们心里恐怕不会太舒服。因为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棋盘，棋手只有他自己。在中国的外交斡旋下，一道难解的题迎来了重大突破，它无疑打乱了美国在中东的既定部署。美国所主导的中东安全框架其实根本不安全。在沙特与伊朗取得外交突破的这段时间里一度传出以色列将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这背后是谁在拱火呢？当然就是美国了。有美国资深外交官评价这是中国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一记响亮耳光。我倒不这么看，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是捍卫自身利益，而不是去扇谁一巴掌。客观地说，一个和平的中东对中国最有利。中国外交所驱动的中东新安全框架，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机制。中国能够从中东和平进程中享受到极大的和平红利，它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与市场来源。这与美国所驱动的中东政策最大不同，就是在于美国追求的是赢家通吃，中国倡导的是区域共赢。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任何私利，尊重中东国家主人翁地位，反对在中东搞地缘政治竞争，无意也不会去填补所谓真空或者搞排他小圈子。如果美国当局将这视为中国在中东拓展势力范围，染指中东地区，那就是心中有鬼，所见皆鬼。但另一方面，美国的表态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东问题有其历史性、复杂性，恩恩怨怨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化解的。沙特与伊朗在北京的握手言和是一个好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好的趋势推动下去，让双方的路线图逐渐落实为一个个具体而又现实的行动。我需要提醒的是，美国在捍卫自身利益与维持现有秩序时，往往会无所不用其极。美国当初为了阻止伊朗与沙特关系缓和，甚至不惜下令残忍刺杀作为伊朗信使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也就是说，美国在中东乃至世界许多地方所宣扬的，与其所奉行的是存在极大落差的底线思维。这个底线甚至是突破了死亡的边界。我们有必要为美国接下来的动作保持高度警觉。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